一场临时起意却准备充分的战斗。机动战士高达系战役推演第1集高达抢夺作战上。CA70年2月11日，以大西洋联邦为首的地球联合正式向 Plant 宣战，随即在月球上的地球联合宇宙军便向处于 L5 位置的 Plant 殖民星群展开进攻。尽管地球联合军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但这场战役扎夫特投入了大量新型机动兵器金恩进行应战，使得地球联合宇宙军进攻受挫，损失惨重，始终没能按照预期的战略目标击败扎夫特，完成对 Plant 的占领。另一方面，受兰波斯局的指使，有一艘名为罗斯福号的阿伽门农级战舰，也于2月11日这一天，在月球基地完成了核弹部署后，组成了一支核打击部队前往了 Plant。结果在2月14日这一天，成功对 Plant 的尤尼乌斯7殖民星进行核打击，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染情人节惨案。但因为地球联合军此次进攻 Plant 整体失利，不但没有进一步扩大和打击范围，进攻部队也被扎夫特相继歼灭，遭到惨败。至此 Plant 与地球联合的战争全面升级。在完成名为 Plant 国家政权的建立了以后，紧接着承担着 Plant 国防职责的扎夫特开始在 L1 的世界树和地球2个方向进行了反攻。很快，作为月球的桥头堡，世界树被扎夫特攻破，使得地球联合军的月球基地失去了屏障。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扎夫特的劳鲁克鲁泽驾驶金恩独自击破了地球联合军6艘战舰和37架 MA， 并以此战绩获得了扎夫特的星云荣誉勋章。而在地球方向上，扎夫特率先对非洲位置的维多利亚宇宙港展开了空降作战，但是由于没有地面部队提供有力支援，对于有地球联合军重兵部署的维多利亚宇宙港，扎夫特对守军力量预估不足，结果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击，进而导致空降部队自3月8日进攻以来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反而损失惨重，使得第一次维多利亚宇宙港战役被迫以失败而告终。面对失败结果，扎夫特很快做出了调整，将上一场在世界树战役当中成功应用的中子干扰器大量散布在地球上，限死了核能的利用，这就使得依靠核能作为主要能源的地球上各个国家陷入了能源危机。于是扎夫特利用全球陷入混乱之际，接连发起了大规模空降地球作战，很快就先后建立起了卡潘塔利亚和直布罗陀2个重要基地，这就为在地球上展开作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间进入到4月17日，地球联合宇宙军的第5和第6舰队向 Plant 本土发起了进攻。此次战役，双方在 Plant 控制下的资源卫星亚金杜维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因此该战役也被称为第一次亚金杜维战役。最终战役结果，地球联合宇宙军没有取得战略目标，选择撤退而结束。而作为对手的 Plant， 为了防御地球联合军再次直接进攻本土，由最高评议会做出决议，将资源卫星亚金杜维改造成了要塞，然后交到扎夫特手中进行使用。于是从这以后，亚金杜维要塞不但是 Plant 的重要门户，也成为了扎夫特的核心指挥中枢。当时间进入5月3日，扎夫特开始向地球联合月面的托勒密基地进军，并在月球内侧的洛伦兹环形山建立了新的基地。结果双方以格里马尔迪环形山为界，相互之间爆发了多场战斗，因而将这里称之为格里马尔迪战线。直到6月2日，遭受第3舰队被歼灭的地球联合宇宙军启动了恩迪米翁基地内的独眼巨人系统进行自毁，尽管自身损失惨重，但也对扎夫特造成了重大打击，最终迫使扎夫特放弃了格里马尔迪战线，退出了月球。这场战役也因此便到这里结束。需要补充的是，来自地球联合军第3舰队的穆拉弗拉达在这场战役当中驾驶莫比乌斯零式连续击坠了4架扎夫特的机动战士金恩，由此获得了恩迪米翁之鹰的英雄称号。同时他在这场战役里首次遭遇到了劳鲁克鲁泽，此时劳鲁克鲁泽的职级已经晋升至白衣，职务为罗拉西亚级宇宙战舰加莫夫号的舰长。而这场战役，克鲁泽在歼灭地球联合宇宙军第3舰队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此他的职级再次得到了提升，新增了一艘纳斯卡级战斗舰维萨里斯号供克鲁泽指挥，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国防委员长直属的克鲁泽队，专门负责承担扎夫特内部重要的特殊任务。接着在6月14日，扎夫特向 L4 位置的新兴资源卫星展开了进攻，
该资源卫星属于地球联合3大理事国之一的东亚共和国。为了守住新兴资源卫星，地球联合守军也是拼尽全力与扎夫特进行了多场战斗，使得扎夫特花费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才将 L4 位置的新兴资源卫星拿下。因而这场战役的影响也波及到了周围，使得 L4 位置的殖民星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接着扎夫特对新兴资源卫星也改造成了军事要塞，并将名字改为波亚兹，然后与亚金杜维形成犄角之势，来对月球上的地球联合军主力形成威胁。而地球联合军在失去了新兴资源卫星后，使得自身在战略上被迫进入守势的状态。面对战略上处于节节败退的这个局面，由人称智将的第8舰队指挥官杜安·哈尔巴顿少将一直提议的发展新型机动战士计划重新得到了采纳。于是由地球联合中3大理事国之一的大西洋联邦进行牵头，与奥布在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上进行联合研制的 G 计划开始实施。而新型机动战士的研发场所就放在了曙光社在赫利奥波利斯上的制造工厂内，然后采取了十分严密的保密措施，防止新型机动战士兵器信息泄露给扎夫特。而在扎夫特这边，以阿斯兰·萨拉为代表的新一批扎夫特军校精英学员开始进入到了国防委员长直属的克鲁泽队中服役。接着时间到了10月20日，为了寻求结束战争和解决地球饥饿问题，Plant 评议会议长西格尔克莱因在扎夫特已经放缓了进攻数月的情况下，通过导师马尔基奥的斡旋，与地球联合的秘书长奥尔巴尼进行了秘密会谈，然而并没有成功。这场被称为10月会谈的谈判没有达成任何成果而直接破裂。当时间进入到 CE71年1月，准备许久的扎夫特向东亚共和国的高雄宇宙港发动了进攻。在总结了上次攻打维多利亚宇宙港失败的经验后，此次空降高雄宇宙港作战，扎夫特做了充分的准备。尽管高雄宇宙港的守军也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最终还是被扎夫特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在经过多日的反复较量下，成功取得战役胜利，占领了高雄宇宙港，为扎夫特新1年的征程取得了开门红。紧接着到了第2天，扎夫特收到情报显示，地球联合军将在 L3 位置建立一个新的秘密军事卫星，于是派遣了克鲁泽队前往执行破坏任务。但是抵达目标区域时，发现情报有误，地球联合军并没有在此处建立任何军事卫星，因而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就在克鲁泽准备进行返航的时候，扎夫特再次收到了新的情报，而这个情报就是地球联合军在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上研发的新型机动战士，而且此次情报提供的信息非常详细，甚至包括了曙光社制造工厂内的部署和接收安排情况，基本能够断定情报十分可靠。于是克鲁泽便依据这些情报信息进行了抢夺计划的战斗部署，在发现前往接收的地球联合军马赛3级运输舰后，便选择对其进行了跟踪。好巧不巧的是，被誉为恩迪米翁之鹰的穆拉弗拉达就搭乘了这艘运输舰来负责执行护送新型机动战士的任务。于是到了第2天，当穆搭乘的运输舰抵达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时，一场围绕抢夺新型机动战士高达的激烈战斗即将展开，影响这场战争走向的关键战役也就从这里开启。